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如果你要投资 ETF 的话，那你 ETF 应该要注意哪些重点？那我会跟你分享4个优点，还有3个风险。好，那如果你是投资新手，然后想要精进自己投资 ETF 的能力的话，那这期影片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很多人都说投资 ETF 就是低风险的，因为 ETF 会自动帮我们汰弱留强，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在乎现在 ETF 的成分股到底有哪些成分股。如果你随便去挑选一档 ETF， 那你所承受的风险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它会比挑选个股还要有更高的风险哦。那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还有脸书，我会在那边分享我美股还有台股的投资攻略，那我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首先投资人如果选择 ETF 的话，它几乎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去进入各个的投资市场。大到像是金融机构小到像是一般的交易的散户都可以用比以往还要更低成本，然后呢更高透明度的方式去建立自己那种专家级别的投资组合。也就是说，就算你是一般的散户一般的上班族，你也可以拥有像是巴菲特等级的投资组合，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究竟什么是 ETF？ 它要如何去提供我们这些好处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ETF 之前，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什么是传统的共同基金。在20-30年前那时候投资人如果要投资他们需要非常努力的去研究市场上的每一个标的，一一的去做分析。但是一般投资人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研究标的呢？而且如果你的持股来到了50档、100档，那请问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应付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时候就有许多的投资人，他们就想说，那我就把我们各自的钱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去聘请一个专业的投资经理人来帮我们做资产管理。这就是集合大家的钱，然后呢，交由一个专业的经理人来帮他们做投资的操作啦。好，那投资经理人呢，会将各个投资人的资产全部集合起来，然后呢，进行投资。那每个投资人呢，占整体资产的比例一开始就是一清二楚你买的你占了多少比例，你都是知道的。而且就算你只占了整体基金资产的1/1000，你的成分股呢还是跟大家一模一样。假设有一档基金它的集合资产里面总共有投资50%的苹果公司、30%的特斯拉，还有20%的台积电。那当你购买这个集合资产的基金的时候，你可能只购买这档基金的1/1000，也就是说这档基金可能规模来到了1000万，但是你只购买了1万块，但是呢，你还是一样持有了50%的苹果公司、30%的特斯拉，还有20%的台积电。那基金经理人呢，会告知投资人他的资产总共投资了哪些标的，以及他现在的资产的价值大概是多少。那以上的话呢，就是共同基金那什么是 ETF 呢？ ETF 也是共同基金的一种它也是一种集合式的投资工具那它可以为特定的市场还有领域，然后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机会。它可以投资在股票、债券期货货币、加密货币、石油、房地产等等的它可以投资在非常非常多你想得到的投资标的上面。那 ETF 呢，它除了是一种共同基金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名字其实就已经脱露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做 Exchange Trade Fund，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它可以在交易所当中去进行交易，相对于共同基金来讲的话呢，它的流动性一定是比较好的。所以呢，我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ETF，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它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流动性非常的高你可以随时的进行买卖操作像是你传统共同基金的话呢，你不可能在1天之内买进了共同基金，然后1天之内又把共同基金给卖出去。但是如果你是 ETF 的话，你可以买像是台股的0050，你可以早上的时候呢，刚开盘就买进0050，然后呢在收盘前忽然间你反悔了，你也可以马上将0050给卖出去。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操作灵活度非常的高相对于传统的共同基金你可以对 ETF 执行像是股票的一些操作策略这是共同基金无法做到的。像是你可以进行卖空，你可以卖空一档 ETF， 你可以对一档 ETF 呢设置停损单，你也可以设置限价单等等这些都是共同基金无法做到的事情。
像是2020年到2021年有一档非常火红的一档 ETF，它是 ARK 系列的 ETF， 那它在2022年就被大量底做空，非常非常的悲剧。所以呢，我这边是要跟大家讲ETF 也是可以被做空的，但是呢，共同基金是无法被做空的。好，那第三个优点就是费用相对低。ETF 呢，它有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它可以指数化的投资。传统的共同基金呢，几乎都是经理人去代为操盘，所以它算是一种主动式的投资。但是呢，指数化投资的话呢，就是比较少。共同基金当然也是有，但是很少见。这也就导致说共同基金它的内扣费用非常的高，一年呢动辄都是2%到3%以上，可以说是非常的贵。也就是说你投资共同基金，你根本就还没赚钱，你就注定你未来要先赔一笔钱。这就是共同基金的一个弊病。那 ETF 呢，当然也不是只有指数化投资嘛 ，ETF 它也是有主动式的投资，它也是可以找那个基金经理人来做操盘。但是呢，市面上的 ETF 几乎就是指数化投资像我们台股 ETF 就全部都是指数化投资。但是美股 ETF 的话呢，就有主动式投资，就像我刚刚所介绍的 ARK 系列的 ETF， 它就是找一个 KC Wu 来进行操盘的。那指数化投资的好处就是它的成本相对那种主动式去找基金经理人来做操盘的 ETF 来讲的话呢，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它并不需要聘请基金经理人嘛，因为它就是照着一个规则走。所以呢，这边我就提到了 ETF 的指数化的好处啦，那就是它的成本费用真的是非常非常低。以我们台湾的 ETF 来讲的话呢，它的普遍是落在 0.5% 的一个费用。那美股的 ETF 的话呢，它一年的内扣费用大概就是 0.1% 到 0.2%，就是可以给你省下非常多的成本。好，那第四个优点就是它的透明度非常的高。指数化投资的话呢，它可以将 ETF 的筛选规则给列出来，让投资人做参考。那往后呢，成分股的筛选规则都是照着这个规则走。所以呢，它的筛选逻辑是非常的透明，你们知道，投资人知道说这档 ETF 它大概会纳入哪些股票。如果是基金经理人主动选股的话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要帮你投资什么标的然后呢，他的投资逻辑又是怎样你哪知道说这个基金经理人他下个礼拜要选什么？你完全无法知道。那我总而言之就是ETF 是一种现代化的一个投资工具它可以让投资人以非常低成本的一个代价去进入投资市场的各个角落，包含台湾的企业到越南的股票、美国的科技股到美国的债券，然后黄金、比特币等等，都是可以投资的。所以呢，我们通常会把 ETF 称作共同基金 2.0 版本。好，那我下面介绍那么多 ETF 的投资优点，但是呢 ETF 当然也有投资风险嘛。那我接下来会介绍3个我认为主要我们投资 ETF 的时候我们台湾投资人会忽略的几个风险第一个就是 ETF 的规模大小。那 ETF 规模如果太小的话呢，它的营运成本会入不敷出，或许它就会被强迫下市。以台湾来讲的话呢，一般股票型的 ETF， 如果你在30个交易日之内你的平均规模低于1亿元的话呢，你就会达到终止的门槛，也就是你会被强迫清算下市。好，那第二个风险就是很多人都误认为说 ETF 就是投资一篮子的股票，所以呢它的风险一定非常的低。虽然我们巴菲特也曾经说过如果一般人不知道怎么投资，那你就投资 S&P 500指数的 ETF。因为巴菲特认为说如果你美国经济持续强盛，那 S&P 500指数就是正比于美国经济嘛，所以 S&P 500指数就会持续的创新高。但是这导致非常多的投信他就断章取义他就说巴菲特认为投资 ETF 是好的投资选择，然后呢再去宣传说ETF 就是基金嘛，所以它会有很多成分股，所以呢它的风险就是比较低，然后投资一篮子的股票。这让许多初入股市的投资人就会认为说只要投资 ETF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分散风险的功能但是你殊不知很多的 ETF 都只注重在某一个特定领域就像是有些 ETF 它只投资电动车，有些 ETF 它只投资 5G 的什么基地台有些 ETF 呢只投资科技股。那你这些都是非常集中在某一个特定领域，你并没有像巴菲特他所说的 S&P 500指数。巴菲特他建议投资人去投资 S&P 500指数，除了他是追踪美国的整体经济之外，再来就是S&P 500指数它是非常非常的分散投资的，就是他投资美国500大的企业，不只有投资某一个产业的企业。所以呢，它这个分散风险能力相对于很多半导体的 ETF 来讲的话呢， S&P 500指数它的风险当然就是低的非
非常的多哦。但是投信呢，它会介绍非常多特定领域的 ETF， 这导致许多投资人他们认为自己投资这种 ETF 有分散风险，其实它是没有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的。好，那我这边就举一个例子哦，就是2022年1月到5月的时候，美股大盘呢下跌了18%，但是另外一档呢也是追踪美股的那个科技龙头的 ETF 叫做00757，它是追踪 FANG+ 的指数，它则是下跌了30%它下跌的幅度比大盘多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这档 ETF 它都是集中在大型的科技股。所以呢，它相对于我们的美股大盘来讲的话呢，它就是非常非常的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产业当中，所以呢，它的风险就相对较高，也就是说它的波动性就会比一般的 ETF 还要高上非常的多。好，那第三个风险就是有些 ETF 它的名字取得非常的好听，会让很多投资人误以为它就真的是投资某一个东西那其实呢，它的规则是相差非常的大，或者是说有些 ETF 它的投资方式风险是非常的高的。好，那我这边就直接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在美国，你想要投资原油的话，你应该会看到这两种 ETF， 一种叫做 USO ETF， 另外一档叫做 UCO ETF。如果你只是看字面的翻译的话呢，你大概会认为说，这两档 ETF 都是投资石油的 ETF 那应该不会相差太多的吧？那你知道吗 ？USO 这档 ETF 它是投资原油的期货，那 UCO 呢则是投资原油的公司。所以呢，这两个 ETF 他们投资的商品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商品，一个是股票所以呢，年初至今这两档 ETF 他们的报酬率竟然相差了50%这是非常非常的高。那 ETF 的名称就是跟你讲说有些名称听起来非常的接近，什么都是原油，但是呢，他们绩效可以相差108000里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点击下方留言栏的美股券商的赞助连结你不需要注册，你只要浏览就可以支持我咯。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如果你要投资 ETF 的话呢，你会面临的4个优点，还有3个风险。那如果你觉得还有哪些风险是我没有提到的，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好，那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车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有特别的知识。Hello， 大家好。手要比起来吗？